比特币还会震荡多久呢？加密货币还值得加仓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目前我们已经陷入了长时间的震荡，我们已经在同一个位置震荡了超过2个月了。那我们可以先把这轮牛市它可能的走势给画出来，这样我们才知道下一次入场、下一次行情趋势开始的时候是大概在什么时间点以及在什么价位。首先呢，周线上很明确，我认为我们这轮牛市它一样是走5浪的结构。那最初呢，我们就是从最底部的15000开始走起。那为了精确起见呢，我们全部都用上磁铁，我们从15500这个位置开始上涨。那我们第一浪呢，我认为到了31000就已经结束了。那虽然说我们一样幅度的回调呢，经历过了一连有4-5次，不过呢，每一次的回调它都是在20%那我们就不好说哪一次的级别比较大。但是呢，其实在波浪里面除了回调的幅度之外，可以决定它的级别的大小，就是时间长度。你可以发现只有我们这一次的回调时间呢，它是远大于其他次的回调的。你看我们这一次它肯定没有我们这么长。你看我们这一次肯定没有这个2浪这么长还有我们这一次这就不好说了，对不对？好，那我认为我们的3浪呢，很有可能也已经见到了。确实，3浪在上涨趋势当中呢，它会是走得最顺畅、走得最快、涨幅通常是涨幅最大的一浪。那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也已经见到了，因为通常呢，涨幅很大的时候是在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入场的时候，或者说正跑步入场的时候。那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可能正在走4浪，我们必须等到这个4浪回调结束，我们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的上涨。那当然我认为现在庄家他只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做才可以把更多的人甩下车。其实要把人甩下车，不外乎2种方式，绝对只有这2种方法。第一种，下跌。但其实下跌呢，很多时候杀的是这种期货，因为快速的下跌，期货真的会完全没有出场的时机点，那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杀掉，而且会让你再也不敢入场。这个我相信就可以斩草除根了把多头直接斩草除根，让你有这种回忆，让你再也不敢入场。那第二种，其实第二种更折磨人就是透过长时间震荡的方式。那现在庄家就在用这种方式把人把人弄下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到了牛市，我们肯定还有一段牛市要走的，我们不可能在现在就看到牛市的顶部。那为什么依然有那么多人下车，或者说就放弃在低点加仓补仓的机会呢？就是由于震荡因为震荡真的太折磨人了，甚至很多时候呢，震荡比下跌更使人绝望。那我们震荡，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当然最快的话，最快，我认为都要到6月中，都要到6月中当然这样级别就不对等了。当然这样级别不对等的话，我们3浪很有可能就不是到74000结束这个我们比较复杂的部分我们就直播再说。但如果说比较悲观一点的话，我们3浪已经走完了对，这是比较悲观的走法那我认为我们的震荡呢，很有可能就会一连持续到最快都要到9月中，那就等于说我们开始上涨的时候，已经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已经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那随后呢，我们在或许6-7个月的上涨，然后我们牛市就会见顶，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轮牛市的最高点。那如果是走这样的话，这是比较悲观的走法很有可能最高点就在10万上下附近，甚至10万出头附近而已，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当然呢，波浪重的是结构不重点位这个回调确实比较不好说。那如果走这种走法的话，大家有没有想好怎么应对的方法？那如果说比较乐观的话，怎么走呢？比较乐观，那就是我们这个3浪还没有走完，这个3浪很有可能直接要打到更高的位置。当然了，一样重结构不重点位，然后我们4浪再回调，那这样就可以到牛市正常时间结束。而且我们刚刚波浪推演的时间节点呢，其实也恰巧就跟比特币牛熊的周期呢是匹配的。我认为
只会有这两种走势，只会有这两种走法。那我们可以从接下来的走势来推断一下这轮牛市它到底会怎么走。如果你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你只要$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现金哦，一样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很少有活动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所以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好好把握。那我们现在震荡了那么久，我们还会震荡多久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历史总是最好的老师。技术分析它就是一门研究历史，并且希望或者说认为历史会一再发生的一门技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轮牛市当中，我们前面有一个200天的震荡，200天哦，其实200天也算很久了，至少在变化多端的加密货币当中呢，200多天算久了，这里震荡了200多天哦，200天左右。那其实我们前面这里也是刚好200天左右。当然啦，这里是双头牛哦，它跟我们在牛市当中的震荡其实不太一样。那你看我们前面这里对不对？它大概震荡了400天。我认为这个400天左右的震荡，我们可以拆成2段啊，也就是200。好，那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啊，其实前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次这样的行情啊，比如说当然这个底部不算嘛，然后我们到这里对不对？我们划分的震荡区其实非常的严谨，就是从最高点到它突破最高点的这个时间段之内，好像这个地方对不对？它大概也是200天，像这里就是2次200天，对不对？2次200天。然后我们到13年的时候，这里是双头牛了所以这里它就会比较不符合我们前面的预期一点了。但这里大概是200天。然后我们前面这里呢，比如说，但这边就比较不好说，因为当时跟现在的市场环境真的变化太大。当时比特币一颗7块，对，7块哦，现在是7万。像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大概100多天，大概100多天。然后这里也是大概100多天左右，所以你看我们前面在牛市里面，它都会有很多个震荡区，而且震荡的时间其实都不小，就震荡的这个时间真的是很长啊。当然在广义上，它也算是在牛市之中。那我们在这里走个100多天、200天，我认为至少都要走100天，至少都要走100出头天。那如果我们在这里走200天的话，那会有多可怕我们在发生行情要到今年的年底那其实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翻文献给大家不过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文献，我认为非常有趣，我可以分享给大家。他研究的是标普500美股当然其实比特币也算是在美股的体系之中，这个如果对加密货币有了解的人一定是知道的。他根据标普500统计呢，80%的上涨，80%的上涨呢，都仅花了2成的时间就完成了，剩下这80%的时间呢，大多都是震荡，或者是仅只有小小的上涨而已。其实比特币的行情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在牛市当中一样有非常非常多的震荡，或者说大部分的时间是垃圾时间，好的机会都是等待出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像我们这段上涨对不对？它其实真正在暴涨的 K 线，或者说涨幅都集中在极少数的几根 K 线里面。像你看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们就抓个几根 K 线这1根、2根、3根，然后4根、5根、6根、7、8、9、10、11、12、13、14、15、15、16根 K 线好，我们就算15、16根 K 线。那你看我们总共是走了几根 K 线？大概走了76根15、16左右去除以76是多少？我们拿15除76就是 0.2差不多啊，没错啊。在76根的 K 线里面，我们仅花了15根的 K 线就走完了大概80%左右的涨幅，完美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规律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你持有比特币或者说做这种二级市场这个涨幅会随着你的时间，这个是不太正确的。它的分布其实是
有些很集中，有些很疏散的。所以我认为做现货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就持续2只都不要动，都不要动，除非到了牛市顶部再动。那当然合约的话，操作的方式就又不太一样了。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